排多少桌的队啊？怎么会那么多人在这儿入境？看了半个小时，前面没看不到，后面反正也是这么多人，真服了这地方。啊，这终于拍到了，但是后面还有又附近完整的人，真的好多人。是因为这里是最大的哥伦比亚最大旅游城市的关系吗？啊，都从这儿入境。鉴于这里机场太不靠谱，你看这行李都已经在等人，不知道等了多久了。它这里是10个通道开了7个，然后有2个还是插队通道，所以它只有5个通道。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人的效率，就是边检员的效率已经是够高了，海关，但是还是抵不住人多窗口少。坐上这个巴士呢，它要穿山越岭，因为现在我们海拔是2000米。穿过几个山洞以后，大概我猜是20分钟、30分钟，还要接着打车到我的酒店。不过现在至少让我坐下。哇，饿死我了！这里有家拉面，就吃拉面吧，今天。啊，赶紧喝点水，真的渴死我了！在机场等那么久，又饿又渴又热。但是出来以后呢，这边因为是海拔高嘛，所以它很凉快的。最 Q 版的卡拉给来了，这个都可以叫台湾盐酥鸡了。然后但这儿是给筷子的，这我还挺感动。我靠！突然来了一只很大的，我还以为是猫，结果是狗，好大。拉面也来了，看着好像这个面是荞麦吧，这个是生姜的那个酱汁还可以。尝一下啊，拉面最重要就是汤了，还可以，是那个鱼，那个叫什么来着？鱼介什么？但不是博多系的。味道还可以，尝一下它的面。感觉在评测一个东西，毕竟在哥伦比亚吃日本拉面还是挺奇怪的。现在正在麦德林的街头。麦德林这个城市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哈。哥伦比亚大家说起来知道它是一个当年贩毒的国家嘛，不算贩毒的国家，就是你懂的，毒品流行，非常的混乱。那现在呢，已经有些改观了。那麦德林呢，它就是这个毒品的中心。当年它这儿有从秘鲁啊，还有玻利维亚产过来的那个叫什么古柯，然后去做可卡因，再流通到美国和欧洲啊，比如说，对，非常的长城这儿就是一个大的毒品中心。还有很多毒枭，然后其中有带头毒枭。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完全改观了。这个商场非常的高级，而且非常的也不能说大吧，但是它确实很多商业体在里面，非常的完整。这上面是什么？去看一眼，停车场吗？哦，这次真的被震惊到了，连麦德林都有名创优品。这里呢，现在是11点半，但是他们好像很多餐厅都还没开门，就是厨师还没开始做，就要再等一下的，好像有点晚。但是超市啊、商场其他店都开了，不过换汇率的地方呢，它也没有人，所以我还挺麻烦，等会儿还得等他。那我想说，麦德林呢，它之前作为一个超级混乱、危险、死亡率特别高的犯罪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改造城市的模范。它现在有很好的商场，有很好的酒店和旅游的部分，还有很好的基建交通，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还有各种警察的巡逻吧。那现在真的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就是大规模改造以后的不同的样貌。所以今天等我吃完饭，下午再带大家去逛一下当年这些跟毒品相关的一些地方吧。拿到了一瓶很奇怪的茶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它的玻璃瓶装的，而且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哦，有点像苹果汁的。哦，苹果汁兑的茶感觉，我本来还以为它有度数，吓死我了。没有就挺好，看着还是挺像样的。一个完整的套餐，这个是鱼肉。既然没事做，我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商场里面有什么吧。一下回到了10年前，我经常去这种大商场、大超市吧，什么乐购啊，就是华润万家呀、麦德龙这种地方。但是这10年呢，因为电商越来越便利以后，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来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儿有什么，看一下哥伦比亚的物价，顺便。进门呢，它先是一些电脑、电视、家电产品哦，包括还有 PlayStation， 相当高级啊，其实还是蛮与时俱进的。商场是可以这么拍的，没事，反正没人看到。69万，这里物价是挺贵的。我也不能直接换算出来啊，我现在脑子还没过来。但是，其实这个地方的，这是烤面包机和烤香肠什么，甚至可以烤鸡蛋。我超喜欢这个机子，我在雅典希腊圣托里尼的时候用过一次，我觉得很好用。让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好，前面是李维斯衣服区，麦德林变成了一个逛超市的专辑。这是什么？哦 ，LG 韩国牌子，三星 LG 远占南美市场哦。这些牌子就不认识了，但真的很多都是三星的。干衣机哦，烘干机是真的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每个人家里都需要可以占一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生活质量的一个家电。那除了烘干机呢，刚才那个面包机，包括这种冰上来的那种弹上来的那种面包机，也是很好的一个提升生活的趣味的一个家电。我发现这里是可以打这个摩托车的，那我果断的打一个摩的看一下。过来了，快！ Hello, nice to meet you. Yeah. Okay. 现在事大了，刚才上车的时候被摩托车排气管烫了一下，他们说摩托车这个烫伤是很厉害的，我不知道会变怎么样。现在它只是有点起泛红，然后皮肤变皱了，但是明天万一水泡然后再破裂，这个事儿其实蛮严重的，我不知道，但应该倒也不至于要去医院的地步吧。如果它恶化了，我要去，但现在很疼，我就只能先冷处理一下。哎，没想到这样子，就出门的时候我还在想要不要穿牛仔裤，但是觉得好像应该不需要吧，因为有点热。然后我又没有选择打汽车，而选择打摩托车，双重结果之下呢，再加上我自己没有从正确的位置上车以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我觉得挺严重的，但幸好它现在这个温度还是不需要穿长裤，不然一直摩擦的话，其实会更惨。哦天哪，怎么会这样？先忘记推上这个事儿。身残志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麦德林的历史，就有个叫巴勃罗·艾德科巴的，叫他埃哥吧的毒枭，就是当年在1970到80年代，甚至到90之间，这个非常昌盛的一个犯罪集团的首脑。那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而且非常的狠。大家如果看过美剧《毒枭》的话，就大概知道我在讲的是谁。然后。之后他被取缔了以后呢，又来一个卡什么集团的，反正都一样，就一代接一代嘛。
都会有不同的画室老大上位，这个就是这个样子。那当年呢，他把这些毒品流进了美国和欧洲之后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嘛，对当地社会。那美国缉毒局 DEA 吧，是不是？然后就联合哥伦比亚的警察政府吧，一起去剿灭这个团队，但好几次都没成功。直到到90年代以后呢，终于把这个首脑给击毙了。那埃哥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很辣的角色，他就是可以刚柔并济吧，就是威胁的形式啊，贿赂的形式啊，到最后他甚至自己当上了一个议员，虽然不是很久的时间，但是好像是备选议员吧，我看怎么走啊。哇，我腿真的好疼啊！现在真的不用去医院吗？我在想。那埃哥呢，他也把这个整个死亡率、非自然死亡率抬升的非常夸张，要380多个人吧，每10万人里面要死那么多，每年，这个数字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其实是非常夸张的，就应该是世界数1数2的死亡率，因为毒品交易嘛。然后现在它就已经被改变的成为了一个接近旅游区的地方，很难说这个事儿。它每年呢大概能收入300亿，它的总资产应该是300亿美元，它每分钟还是每天都有在赚过亿的美元进来，所以它的个人资产是非常的夸张的，只是它无法被计入这个什么福布斯这种东西吧，对不对？然后。但是对他的这个人呢，也有2极分化的评论吧，但不是2极分化，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吧。那一方面他是大毒枭没有错，第二方面呢，他又支持了自己的这个社区，他为麦德林的穷人呢提供了非常多的保障性住房，还甚至直接发现金给那些穷人啊，包括小孩的教育啊，就支持整个街区吧。那他被普通穷苦人家就象征型的成为一个像罗宾汉一样的角色，劫富济贫吧。那在当地的声望还是挺高的。当然这个搞毒品这个产业链呢，它也造就了很多工作机会吧，我觉得给当地人，所以还是挺难，你说一概而论一件事的。这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旅游街区，看起来很混杂，但应该是安全没问题。白天，现在要爬楼梯上去。刚才碰到了一些人，很好玩，他们让我一起跳舞，因为下面有放很大的音乐，只要走到那块区域就要开始跳舞，很搞笑。但我因为腿伤完全没有了兴致。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这个腿，因为看小红书上大家好像描述的很危险，跌下去要起水泡，然后如果水泡破了又会怎么样？而且如果要去看医生的话，这会是个很麻烦的事儿，所以，刚才有个人提醒我说要管好我的包，一个姐，人还挺好的。那这个楼梯也太长太窄了吧？这地方有点像看到那种毒贩去回棚户去巴西什么的，南美。速度与激情5，非常窄的一条路，两边都是住宅，这房子稍微简陋了一些，但风景不错。这里还有这是什么弹跳的那个东西吗？太夸张了。不管大人小孩都在这里跟着这个劲歌热舞啊，他们评价说这里挺土嗨的，我不知道。到处都是涂鸦，这儿甚至有一个滑梯可以玩啊！如果我脚好的话，我还蛮愿意滑一下的。
上面也是，现在阳光照下来，那边就很漂亮。但我找不到那个地方，让我再找一下吧。哦，下午的人真的是多到夸张，摩肩擦踵。终于被我找到了，他在那儿。那这边又多出来一个耶稣一样的神像，里约热内卢吗？哇！下面人非常拥挤，电梯还坏了，现在有点微妙哦。他们甚至还做了一个金刚的头像，太厉害了！一整个紧急医疗，买了一大堆碘伏、棉花，他还给我了一支雅漾的，说是创伤膏之类的东西吧，其实就是护理，反正说对皮肤有好处。那只要现在其实看起来还好，它疼痛已经消了，但你知道搜那个小红书，我真的吓坏了，就大家各有各的夸张。然后我希望它不要起什么水泡，或者是起一点点水泡，不要造成我的影响，因为如果水泡破了的话，它可能会被感染，那之后的问题就比较大。可能就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处理了，消毒之类的。甚至我看他们什么3级烫伤的朋友，好像植皮医生直接推荐他，那应该是非常严重了。我很搞笑，我拍了照片给 ChatGPT 让他去分析，他觉得我是接近2级烫伤，但是应该还是1级的状态。然后看情况吧，他其实也不能完全，因为他看不到嘛。刚才那个店员呢，就是有点像助理医生那种，也看了一下，觉得不好说，但他觉得应该不太需要去医院。那然后我回程的时候还特地打了摩托车，因为我想再问一下那个司机，就不同的摩的司机，看他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然后他们可能都觉得不太需要吧。那反正就小心点吧，接下去可能只能先穿短裤，然后不可能穿牛仔裤去摩擦这个东西，希望在尽快好，因为接下去的话，上高海拔以后可能会变得很冷，所以需要保暖，这个是一个问题。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晚上与明天会怎么样吧。终于回来了，来说一下我的奇怪经历。就我刚才，因为我想破100美元嘛，所以就找店，但他们这里都不怎么收，然后所有的换汇店都关了。然后，但是那边就我买了这个披萨，超大的，那是一家什么餐厅，还挺高级。然后有2个美国人坐在外面，是女士，他们也是在这儿遇到的。然后，他们说可以给我换一些钱，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狂聊各种聊，然后聊中国，聊各种亚洲的东西，包括韩国的东西。他们之前去过嘛，然后就聊得特别开心，一聊2小时。然后在这期间呢，我的皮肤就是烫伤的部分好像没有严重的迹象，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起水泡。但是 ChatGPT 又告诉我，如果它不是立刻起水泡，或许它不怎么起水泡，说明是1级烫伤，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疼痛已经减少，所以应该问题不大。这就是我的奇特经历，所以虽然开局不太顺利，但是后期又缓慢上升，而且认识朋友和聊天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啊。今天还挺奇怪的一天哈。明天1号就要坐28小时的飞机飞到哥伦比亚来了，我们会在别的城市波哥大见面。那如果它顺利的话，因为它的土航好像有延误的情况，它是要转一程在伊斯坦布尔的，它2程都是土航。那土航是以出名的不准时延误为那个，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差点那个坐不上飞机的事儿。东上最后的南美洲之行即将开始啊！现在虽然我是南美洲，但是他来了以后，其实我们俩就接下去会完成所有南美洲的行程。会比较短，然后会去到几个厉害的国家，很夸张。然后不过刚才他们说，其实我说是不是这儿可能是我经历最危险的地方，或许是埃及，但他们说巴西才是最危险的地方。OK，maybe，让我们接着看吧。那我现在有现金，我有吃的，然后腿部正在慢慢恢复的话，去冲凉就好好。La costumbre de comer mucho arroz con todos nuestros platos.
noche los prendemos con juegos pirotécnicos y se queman. 这些是新年的娃娃。哦，OK 啊，麦德林机场入口巨幅的小米广告，非常不错，在这里。麦德林的机场不大，但是人挺多。那我现在就去坐飞机了。